哈萨克斯坦事件背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那么未来中国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挑战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几天，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展示在我们面前，圈个有用哈萨克斯坦事件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也越来越清晰了。我们这边呢，绝大多数媒体第一时间判断，基本都翻了车。那么我们再翻一下盘，看看这个事儿有几个线索是比较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所有的骚乱针对的都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他的家族力量，而不是针对现在的总统托卡耶夫。而且呢，骚乱中基本是回避了俄罗斯人、斯拉夫人。而托卡耶夫在遇到情况之后，果断接受内阁总体辞职。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内的力量基本是被连根拔除，一扫而空。8日这一天，托卡耶夫还签署法令，免去了马西莫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安全部主席这个职务。理由是什么？是叛国。而马西莫夫他这个职务是怎么来的呢？是纳扎尔巴耶夫在任的时候2018年任命的。第二，纳扎尔巴耶夫和美国关系相当不错，而现任总统扎卡耶夫是亲俄罗斯的，所以事发没几天，马上这位总统就邀请了俄罗斯和集体安全组织各国出兵，估计呢也是担心自己军队未必靠得住，而俄罗斯快速出动部队也显得是准备相当的充足。第三，某些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和军警主动放弃的，让骚乱人群顺利占领。比如说阿拉木图机场，在遇到攻击前40分钟，当地保卫力量主动撤出警戒线，给骚乱人群打开了通道。而且对于武器库还有其他一些要害部门的位置，骚乱人群掌握得非常清楚，好像有人引路。第四点呢，西方和美国这次没有站出来支持骚乱，这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各种颜色革命是完全不同。如果说听着还有点乱，我们总结一下，就是骚乱人群打击的是亲美的前总统，而骚乱后稳固权力的是亲俄罗斯的现任总统。所以哈萨克斯坦这场大戏是不是挺有宫斗剧的味道？当然，骚乱发生过程中，亲西方的各路 NGO 是想趁机宣扬一下他们的立场，然后呢就变成了多方参与的一场大戏，其中包含了我们现在谴责的颜色革命。不过搞颜色革命的这些 NGO 恐怕自个儿都没有看清楚大局，以为今年还和过去几年一样，甚至都没有看清楚这次谁是挨揍的，伸手就把自己人打了。那么我们翻回头来再看看前几天到今天各路媒体的报道，是不是也和有些西方 NGO 一样，情报信息都没有怎么收集，谁是最大获利者，谁损失最大都没有看清楚，凭着情绪，凭着所谓政治正确，或者说为了迎合预计的读者口味，就仓促做出了一个一个从标题到标点符号都一样的结论呢？有人说哈萨克斯坦这一乱呢，对中国是有威胁的。这个地方呢是中国后院，其实哈萨克斯坦只能说是俄罗斯的后院，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俄罗斯在这个地区有很强的控制欲望，不会容忍其他大国的渗透，所以怎么可能容忍纳扎尔巴耶夫把美军基地引进哈萨克斯坦这种行动？那么从每年12月份必然要爆发的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游行，到今天这个事情，俄罗斯肯定是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加以利用。至于说我们中国，我们需要的是贸易通道，这一点其实和各方面的商业利益倒是没有多大冲突，不管是纳扎尔巴耶夫控盘还是俄罗斯控盘，我们都可以接受。只不过呢，反思一下吧，通过最近几个敏感事件，我们感觉到呢，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现在和平演变对中国基本没有什么效果，基本都是对那些穷国。但是我们面临的另一种危机是什么？就是现在媒体舆论不加思索的报道和下结论，会把读者带入一个思维惯性。而这种思维惯性也会形成一种新的市场需求，媒体会主动迎合，那么长此以往会形成循环和互动，导致更多的人会走向极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凭着情绪不顾事实乱打一气，不肯分析不肯思考，那么未来我们的社会氛围会不会变得跟美国人现在一样，弄出一堆所谓的政治正确？如果真的大众失去了理性和冷静，
未尝不会被将来的什么颜色革命带歪了路。所以，理性、冷静、客观才是我们和美国的竞争或者对抗中应该拥有的最大的优势。好，关于如何通过开源的各种情报信息分析哈萨克斯坦背后的局势，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